空间十里无霓虹，看你消失于天地，但不会最初的相遇。相遇你厮守却敌不过流言蜚语。我站在岁月里凄凉看时光蹒跚，我笑着人世里虚假最美就善人。是非千变，红月千言，浮影在你的面前。谁斩得了命运天关？谁断得了正邪离乱？一生痴醉的梦千年，难忘这情深似剑。一生痴醉的梦千年，忘不了这情深似剑。假如我化尽风，雪如烟。报！家主，如聂风所料，有一艘寇家船只正顺江而下，向清河湾赶来。船上有数十名脱胎境强者，私家家主司阳府也在上面。数十名脱胎境，他们还有多久能到这里？如果途中不停留的话，最多1刻钟便能到达。自重获新生以来，我一直都在等这一天。前世他们血洗了我聂家满门，这一次，不管他们司寇家2家来多少强者，我都要让他们有来无回。爹，把聂家所有人都召集到主府来吧。好，风儿，今日聂家的存亡就全靠你了。爹，放心吧。寇家主，聂家人数众多，以免一会儿冲突时他们四散而逃，可否先让在下先回司家召集一些人马过来？那你动作快点吧。寇家主放心，只需1刻钟，我便能带人前来。除了司星云是脱胎境强者，其余人等不是换血境就是开脉境，但可以说是动用了司家99%的力量，这次必定胜券在握。哎呀，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强者？看他们的装束打扮，似乎不是清河湾的人。领头的不是司家家主司阳府吗？他带着这么多高手是要去做什么呀？看这行进的方向，应该是去聂家。聂司2家可是我们清河湾最强的武道家族，如今司家搞出这么大阵仗，怕是要变天了。出动这么多脱胎境强者，聂家威仪。寇家主，请。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
做出此等反应，不过倒是为我省去不少功夫。哼，寇家主，他就是聂风。寇宇公子便是为了找他与寇宏宇大人入主聂家。此子年纪虽轻，但定力十足。见我等前来，竟没有丝毫惊慌。聂风，我儿寇宇在哪儿？地牢里面，只可惜一身修为全被废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已经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废人，你现在才来找他，是不是太迟了点？玉儿虽然是我几个儿子中最废的一个，但好歹也是我寇红星的儿子，超凡世家的直系子弟。就算他再废物，也不该折在一个小小的凡武世家手中。你可知道这么做的后果？整个聂家都将为寇玉而亡。别说的这么冠冕堂皇。你们兴师动众而来，究竟为了什么？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啊？如此说来，寇宏宇也……只是他们俩。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将成为阶下囚。脱胎境后期，怕是整个清泉城的超凡世家，都找不出如此年轻的脱胎境后期。啊，这聂风过去深受热毒之苦，根本无法修炼武道。直到3个月前，他的热毒才得以化解。没想到，如今竟然修炼到脱胎境后期了。像我们家主这样的天才，修炼至脱胎境后期，也是耗费了整整39年的时间。这聂风的修行速度如此逆天，莫不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机缘？能让人在3个月内从开麦境一路突破至脱胎境，这得是何等的机遇！若是我们私家也能拥有这样的机遇，可有寇家这样的超凡世家压着，这等好事断然轮不到我们。聂风，你不过是偶得奇遇，才有今日之成就，现下也只是脱胎境后期而已，也敢如此大放厥词，当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小子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且不说我们私家，寇家可是超凡世家，单论脱胎境强者的数量，就是你聂家的10倍有余。敢在我们面前放肆，你们聂家会输得很难看。聂风，我就问你一句，寇宏宇是不是也折在你手里了？当然。无知狂妄的小子，从今往后你们聂家将不复存在。哎，裂骨神爪！该死！该死！糟糕，裂骨神爪施展不出来。镇山拳！你心脉已断，修为尽废，无需再做挣扎。下一个。好运，好
浩渊是我们寇家难得一见的天才，是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个超凡强者的人。还好今天带的脱胎境强者足够多。观聂风此子的能为，他是只有踏入真武道的超凡强者，才能在1对1的情况下取胜。大家听我号令，布下9元剑阵！逆风小子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剑意。剑意是武者踏入了真武道之后才能领悟的剑道真意。聂风不过是脱胎境的修为，竟也能领悟到剑意，这就意味着他的剑术造诣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。能够领悟到剑意，的确可以化腐朽为神奇。不过，你终究只是脱胎境后期的修为，始终无法与踏入真武道的超凡强者相提并论。此阵之下，非超凡者皆可杀之。杀！呀！惊风13剑，指风式！呀！惊风13剑乃是聂家的上乘剑术，在聂风少主手中却变得如此精妙绝伦。仅仅一个卷风式，连9个脱胎境强者组成的剑阵都无法攻破。没想到惊风13剑的剑招还能够施展到这般水平，我等日后定当勤加修习。风儿的剑术造诣着实精妙，连我都为之震撼。只要能顺利度过今日劫难，聂家兴盛有望。对方还有脱胎境武者没有出手，绝不能让他们离开。所有脱胎境武者听令，速速围杀此子！呀！聂天红，你就在一旁乖乖待着吧。等他败了，再来收拾你们。杨真火！炎刃风暴！超凡武功！足19位脱胎境强者，就这样被聂风击溃大半，这是何等强大的实力啊！聂风少主的实力，怕是与那超凡强者都不相上下了吧？天哪，我们究竟招惹到了怎样恐怖的存在啊！聂风的实力竟然强到这种地步了，这简直不亚于超凡强者呀！怎么可能？说过，
犯我聂家者，一个都别想走！哪里逃？我们司家愿意投降，愿意投降。资阳府，你害我三弟，今日休想离开！岂有此理！都愣着做甚？还不速速撤离！一群小杂鱼也妄想离开！别让司家的贼子们跑了！他们都进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动静？有这么多脱胎境强者在，实力太过悬殊，聂家定是没了。聂天侯为人公道，比那四阳府好上数倍。可惜了，以后清河湾再无聂家。快看，有人出来了！这是什么情况？私家武者怎会这副模样从聂府跑出来？如此狼狈，该不会是司家败了？不会吧？听说聂家只有2名脱胎境武者，怎么可能击溃那么强大的一支队伍？闪开！都给我闪开！你们逃得掉吗？无耻私家，竟联合外人欲灭我聂家！今日之后，清河湾再无私家！哎，没想到私家请来那么多帮手，竟然还是败了。你们看那个少年，是不是聂家家主的儿子聂风啊？对，我认得他。他之前热毒缠身，不能修炼武道。听说3个月前身上的热毒突然解了，才开始修炼武道。没想到这么快就变得这么厉害了。聂家，我终于保住了。需在聂风回来前结束战斗。联手！哪里逃！火影流光！呀！
聂风，你从小可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能不能放我们一条生路？对对，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。只要你今天饶了我们，往后私家再也不敢与聂家争锋了。哼，聂远已经带人往私家府邸去了，从今往后，清河湾再无私家。还说什么争锋不争锋的，岂不可笑？私家之人，从今往后不得再有修为。你们安安心心做平凡人吧。哎呀，不可能！聂风，你们聂家怎能如此狠毒？祸不及家人。那你们今天来，又是做什么？如果今天是我们败了，还会这么说吗？你根本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。你们私家之所以有今日之果，都是你们自作自受。私家算是彻底完了。这一次多亏了聂风少主，不然就再也没有聂家了。是啊，聂风少主太厉害了。寇家下次再来袭，恐怕就是超凡强者前来了。你可有信心一战？超凡强者何其可怕！聂风刚才的表现虽然惊人，但单论实力，也只有一招与超凡强者相当，其余的表现都逊于超凡强者。若他败了，聂家必亡。无惧一战。现在也只能相信他。你听说了吗？前些天私家从清玄城寇家请了20个脱胎境强者去了聂家，结果一个都没能走出来。你是说清玄城那个超凡世家？不能吧，两者实力差的也太大了。不光连寇家那些人没走出来，就连私家现在也在清河湾出名了。我可听说那清玄城寇家有一位超凡强者。哎呀，若真是如此，那他还不得来寻仇啊？肯定会寻仇啊，就是不知道这聂家能不能挺过此劫了。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，现在清河湾大大小小的势力都不敢跟聂家走得太近，生怕日后受到牵连。有聂风在，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。寇家那边也该知道消息了，在那个超凡强者来之前，我必须抓紧时间修炼，加速提升修为。从清玄城到清河湾，顺流而下的话，只需1天便可抵达；再从清河湾逆流而上回到清玄城，用1天半时间即可赶到。就算他们事后在私家停留个半日，那最多3天，人也该回来了。而且若有事耽搁，当派人传回消息才是。这都5天多了，我派去的人怎么还不回来？浩洋长老，大事不好了！经过清河湾的武者们，他们怎么了？他们全军覆没了。什么？全军覆没？那可是足足20名脱胎境武者，寇家脱胎境的所有精锐。司阳府不是说聂家只有2位脱胎境武者吗？我寇家出动20位脱胎境强者，怎么可能会全军覆没？听说当日司阳府和私家另一位脱胎境强者司星云，还有私家100精锐，再加上我寇家的20脱胎境强者，一同进入聂家府邸。结果私家竟有9人逃出聂府，但后来也被追杀致死，而其他人没有一个活着走出来。现在私家已在清河湾出名，谁也不知道那天聂家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对了，我还打听到，当日逃出聂府的那9个私家族人，皆是被聂家家主之子聂风所杀。据那些目击者的描述，我感觉这聂风所使用的招数有点像是超凡武功，就是寇宏宇和寇玉在聂家等的那个聂风。
就是他！此人诡异得很。听说他从小受火毒之苦，根本无法修炼。然而几个月前，他身上的火毒突然化解，修炼速度也突飞猛进。藏以开脉境的修为，打败了口欲换血境的护卫，现在更一跃突破了脱胎境后期，这也太不正常。我觉得聂风定然是关键人物，我寇家强者很有可能就是折在他手上。一个脱胎境后期能击败我寇家20位脱胎境强者，就目前看，他所表现出来的实力远远高于自身的修为境界。您想，单单以开脉境就能败换血境，现在修为又达到脱胎境后期，其真正的实力很可能已经是真武道之下无敌的地步。更关键的是他的修炼速度，能在短短数月内修炼成脱胎境武者，普天之下哪怕大宗门的天才弟子都很难做到。我猜他定然经历了什么大奇遇。我得再去一次清河帮，尽快将老祖请回来。寇家遭此大难，聂家必须付出代价。哼！九域大陆共有9域，除了有着连接8域的炎荒域外，其他8域被8大宗门所占据，秉承着一宗辖一域的原则，各自为政。其中，昊天圣宗的领地昊天域又分为13府，清河湾、清玄城、清苏城等地，都隶属于昊天域东部的青州府。而清河帮是青州府境内的大帮派，与昊天圣宗有着密切关系，势力范围包括以青苏城为中心的数城之地。供奉大人好！供奉大人辛苦了！供奉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这次供奉大人大老远跑去清河城收购，结果好货全被星海商会抢了奸，他只收了一些次等货回来，所以心情差得很。寇供奉，何事？寇家有人前来找您，已经在您府上等了10天了。知道了。哼，您老现在倒是悠闲，等会儿听了寇家的消息，还不暴跳如雷？你说什么？老祖息怒，息怒啊！一个小小的反武家族，竟敢对我寇家如此放肆！清河湾聂家，我要灭了你们！不知老祖打算何时动身？还等何时？当然是现在！哼！在天空中飞行是超凡强者。难道他就是寇家那位超凡老祖寇定侯？天哪，超凡强者都来了，这下聂家大祸临头了。聂家在哪儿？这半个月时间里，我每日吸收元灵石修炼，修为已至脱胎境巅峰，完成了肉身脱胎。只要再完成幻骨，便可由凡武道踏入真武道，成为超凡强者。没想到此子竟如此年轻，小小年纪就已经达到脱胎境巅峰的修为。这种修炼天赋和速度，只有那些大宗门的天之骄子才有可能做到。小小的清河湾居然出现这样难得一遇的天才，这不太正常。他身上定然有大秘密，若是将他的秘密挖出，那必是天大帮助。
就是聂风。寇定侯，酒后了。你等我，你我两家的仇怨总要有个了结。谁给你的勇气，胆敢如此跟老夫说话？说，你师承何人？谁是你背后的靠山？我若说是紫阳宗主的亲传弟子，你信吗？曾经，我的确被紫阳宗主收为亲传弟子，还得到了他的一切绝学。只可惜，此人不安好心，就要夺取我的修炼成果。还好那时我有神火珠相助，修炼速度极快，拥有了比他更强的实力，才能顺利逃出紫阳宗。这里可是昊天域，紫阳宗主怎么会把手伸到这里来？以你的成长速度，若说是昊天宗主的亲传弟子，倒有几分可信。至于紫阳宗主的亲传弟子嘛，纯粹胡扯。看来你是自己获得了大机缘，才有今日的成长。若真有后台，绝不会竭力掩藏。今日你休想离！我早就说了，寇定侯，我以酒后你多时，你以为你是真武道的超凡强者，我聂风就怕了你？你可知我至少会5种武功，能击败你。能让脱胎境武者越级战胜超凡强者的武功，大多都是各大宗门的顶尖绝学，外人根本无法习得。就算侥幸习得，若没有绝佳的天赋和名师的悉心教导，根本不可能做到。这小子莫不是故意夸大其词，想将我惊退？聂风，老夫可是活了100多年的人，年纪比你曾祖还要大，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。就凭你说这几句空口白话，也想将老夫吓走？今日白日做梦！你不信？昊天剑典，焚天剑路，大日焚天掌，紫阳化戟手，这4种功法够不够？哼，虚张声势，你倒是知道不少顶尖绝学的名字。你不是说有5种吗？你方才只说了4种，这第5种又是哪家的绝学啊？倒是说来听听。这第5种是我自创的绝学，名曰真阳剑诀，而你就该败于此剑诀之下。上一次成为昊天圣宗弟子后，曾多次与寇定侯对决，可总是因为清河帮的庇护屡屡失败，直到后来加入紫阳圣宗，自创了真阳剑诀，才成功复仇。当时寇定侯便是败于真阳剑诀之下，而这一次亦是。自创的武功，小子，你集不齐5门顶尖绝学，也不用弄个自创的来凑数吧？就凭你一个凡武者，也敢妄言能自创出斩杀超凡强者的武功，可笑至极。那你就来试试，看我自创的武功能不能杀死你！这小子言语中充满挑衅，他到底在盘算什么？莫不是有什么厉害的后手？再怎么说，超凡强者也拥有飞行能力。若他凭借此能力从高空逃走，事情就难办了。必须将他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我身上，才好一击必中，防止他从空中逃遁。罢了，一个黄口小儿能有什么厉害的后手？既然他这么想早死，老夫就成全他。那老夫就来瞧瞧，你究竟获得了何等机缘，学到了什么盖世武功，竟能让你如此不知天高地厚？接老夫一招！五龙锁天手，火影流光！呀啊呀！你不是自创了武功吗？逃什么逃？尽管施展出来！看你往哪儿逃！
受死吧！残阳落日！居然能击碎我的龙形真气，难道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超凡强者的级别？那又如何？我踏入真武道多年，距离真元境中期也仅仅只是一步之遥。岂是新晋的超凡强者能够比肩的？狂妄！乌龙绞杀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好险！刚才我明明躲开了，为何他还能破我的护体真元？小年纪竟有如此实力，难不成打从娘胎里就开始练剑？这不可能！为什么你的剑术这么厉害？根本不像一个18岁该有的造诣。如果我说我曾在梦中练剑一甲子，你信不信？怎么可能？难道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真的？不错，我的真阳剑诀就是在那些武功的基础上所创。你究竟是？我拥有过往的修炼记忆，只要修为到了，拥有足够强度的肉身，就能够施展出顶尖的超凡武功。所以，从一开始你就输了。现在寇鼎侯一死，寇家对聂家将再无威胁。只是，如果寇家将矿脉的消息透露给清河帮，清河帮一定会以此为由发难聂家。清河帮不是一般的超凡势力，帮主傅清河更是真武道第2境塑魂境的强者。他和青州府府主向来交好，又与昊天宗有着极深的关系，对立在所难免。更何况，在上一世，傅清河和昊耶龙勾结，攻打星海商会，灭了弱兵一家。为今之计，必须找到同样强大的势力做靠山，才能有效地牵制住清河帮。没想到超凡强者的实力竟然如此厉害。切，再厉害还不是被聂风少主打得落花流水的。聂风少主好厉害，简直惊为天人。我需要一匹最快的马，出一趟远门。去哪儿？青州府。青州府可是极其遥远之地，聂风去那里做什么？罢了，他应当有自己的考量。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就去。寇定侯身后有远超寇家100倍实力的清河帮，我必须去一趟青州府，才有机会彻底解决聂家危机。好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备马。
寇家和聂家势力悬殊过大，倘若今日寇家灭了聂家，我去清泉城找寇家清算，倒也无可厚非。但以目前情势，若我贸然前去，一方面清泉城的城主不会坐视不管，另一方面清河帮也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既然能因两家斗争而灭了寇家，那么清河帮自然也能以同样的理由灭了聂家。然而，若我现在收手，并按照武者间的规矩办事，只要有我的威慑力在，清河帮就暂时不敢对聂家乱来。在外注意安全。把他装官，替国镖局送回寇家，顺便将这封信也一同送至过去。在我回来之前，万一有清河帮的超凡者前来，你就将此信交给对方。好。通知我爹，先封了园林矿脉，一切等我回来再说。上。青州府如此遥远，聂风长这么大还从没去过，他知道路线吗？要去青州府，第一站就是清泉城。驾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望江阁里怎么这么热闹？他们是城内各大超凡世家的天才子弟，也是昊天宗的外门弟子。每逢年关，他们就会返回各自家族，停留1个月左右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就会来望江阁包场。包场？做什么？喝茶、喝酒、聚会呗，顺便交个手，切磋一下。拿个头盔出风头什么的。陈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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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的头盔获得者，陈公子，陈公子，张启峰，陈公子，陈公子。陈公子，陈公子，陈公子，陈公子。听说那个程奇峰今年才28岁，2年前便修炼至脱胎境巅峰，已经连续3年多亏了。而且据说他还有望在30岁出师之前踏入真武道的超凡强者呢。30岁出师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昊天宗的规矩是，外门弟子若是30岁未能踏入真武道，便可出师离宗；反之，则可转为内门弟子，继续在宗内修炼至60岁，直到突破塑魂境。60岁的塑魂境，若能修成，那得是什么样的天才人物啊？能入昊天宗内门者，都是有望突破塑魂境的天才种子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陈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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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场的不都是能人奇才吗？他们用得着这么巴结头盔吗？你刚来还不了解，咱们清玄城的超凡世家共分为3个档次，除了隶属昊天宗的城主府外，最顶尖的有3大世家，便是顾家、孟家和程家。其次是12豪门和普通的超凡世家。啊，分得这么细啊？普通的超凡世家，家族中只有1位超凡强者，势力很不稳定；而12豪门中也就1-2个超凡强者。
也容易跌落至凡武家族。至于3大顶尖世家嘛，拥有数位超凡强者，这么多。真武道第1境的超凡强者拥有200年寿元。若家族中有数位超凡强者，只要后辈子弟不全是庸才，培养出一个新的超凡强者也不是难事。哦，难怪他们要这么巴结陈公子。陈公子！小罗，我现在已经突破至脱胎境。齐风哥说，我目前的修炼速度不逊于他当年，你可要好好修炼，将来不要差我太远哦。哼，小蝶姐，齐风哥对你爱慕已久，若是你现在能去给他敬一杯酒，他一定很高兴。啊，小蝶姐，快看，那不是你朝思暮想的人吗？真的是他，竟然是这个小子！他得罪了我程家，竟然还敢到清玄城来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孟小蝶，此次来清玄城，本就打算去一趟星海商会的专柜孟家，没想到竟在这里就碰到了。嗨，可恶的小子，居然还敢出现！快走，危险！齐风哥，他就是我们在海外火山岛遇见的那个小子。他不仅伤了我和奇才，还将百钧术打伤，夺走了本该属于我们的艳阳玉。这小子这么年轻，居然能够打败百钧术。别看这小子年轻，他的修为可不低，已经是脱胎境武者了。这小子看上去只有17、18岁的模样，没想到居然是个脱胎境武者。程奇峰当年踏入脱胎境的时候，刚满20岁，难道此人比他都优秀？一个17、18岁的脱胎境，如果他是昊天宗弟子，我一定认识。可惜他不是，那就证明他真正的天赋极为有限，肯定经历了某种奇遇，才会突然间修为大进。是啊，昊天宗每年都会在昊天域境内选拔武道天才，但凡拥有超凡之姿的武者，基本都能拜入昊天宗，成为外门弟子。如果连外门弟子都做不了，定是资质平庸。看他模样，能修到脱胎境，也不过是走了狗屎运而已。这种平庸之辈，哪能跟咱们齐风公子相比？齐风公子可是真正的武道天才。是啊，齐风公子在昊天宗外门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，超凡强者之下难遇敌手。就算此人有胜过程百钧大人的实力，在齐风公子面前，也不过是个废物而已。既然这小子曾与我程家结了梁子，今天被我遇上，就该好好跟他算一算账。季风哥，此子实力不弱，切勿轻敌。知道了。今天请诸位好好瞧清楚，看我如何教训此人。伤我程家之人者，必将受到严惩。小蝶姐，先别着急，他还不一定会败呢。而且他就算败了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程奇峰也不敢取他性命。齐风哥，最好把那小子打残了才好。程奇峰，那时我刚加入昊天宗，程奇峰就已经是内门弟子了。不过我们之间并无交集，直到后来我的成长速度快于他，他便开始对我心生忌恨。在我踏入真武道之后，我们曾争斗过一次，也是那一次，他被我打得彻底老实了。本以为这一回我和他不会再有任何交集，不成想还是躲不过命运的缠绕。臭小子，你笑什么？
看样子，我们之间还是注定要打一架。小子，你在海外火山岛上伤我程家之人，今天你必须给我程家一个交代。你想要什么交代？你伤我2位堂弟，现在立刻向他们磕头道歉。你还伤了我百军叔，此刻百军叔虽然不在这里，但你可以对着我程家所在的方向跪下磕头，自赏10个耳光，此事便算了结。就凭你，也有资格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？谁给你的勇气？小子，我给了机会，你却不懂得珍惜，非要逼本少亲自动手，简直愚蠢至极。本少今天定要好好教你做人，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剑道真意明行，怪不得那时他在2年内就能突破真武道，原来早就领悟到了剑道真意，这不就等于半只脚踏入了真武道吗？或许对于其他的脱胎境武者而言，你的表现的确惊人，可在我看来，根本不值一提。那个不是程家的天才程奇峰吗？他对面是谁呀？怎得如此嚣张？是啊，奇峰公子是何等人物？他可是凡武者中的佼佼者，若不是超凡强者，谁人敢轻视于他？这人竟敢在他面前叫板，不要命了吧？他以为他是超凡强者吗？狂妄！这下有好戏看喽！有什么好看的？毫无悬念，程奇峰必胜。像程奇峰这样的天才，居然被一个无名之辈羞辱，奇耻大辱哦！狂妄之徒，本少倒要看看你除了嘴皮子厉害，还能有什么实力！接我一剑！呵！果然是昊天宗的凌空剑法。凌空3跃，这凌空剑法我曾经也练过，而且剑法境界在他之上，此招对我无用。怎么可能？我早就劝过你了，千万别在我面前动剑，可惜你就是不听。程奇峰居然败了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这么一招就败了？不会吧？刚才那人明明只有脱胎境巅峰的修为啊！他这也太强了吧！竟然能一招击败程奇峰。上次在火山岛的时候，他还是换血境巅峰的修为，之后夺得了3枚艳阳玉，修为突破至脱胎境也不奇怪。可他刚才显露出的明明是脱胎境巅峰的修为，我们这才分别多久啊？若以我目前的修为和天赋，要想达到脱胎境中期，起码还要花费数年之久，更何况是脱胎境巅峰，而他却仅仅用1个多月的时间，便能从换血境一跃修炼至脱胎境巅峰，真乃天人也。小蝶姑娘，我要去孟府一趟，不知小蝶姑娘可否带路引荐？好。奇峰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刚才那节剑尖，若是再偏离1寸，我必死无疑。先回家，赶紧派人查清此人底细。这件事，我程家跟他没完。那个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 我叫聂风，是清河湾聂家的人。清河湾，
我想起来了，上次从火山岛回来，我们曾在一个小地方停留，貌似就叫青。那清河湾也有超凡世家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我也没听说过。聂家只是一个普通凡物家族，你们不知道也很正常。一般不是和清河湾有生意来往的超凡世家，都不会知道关于清河湾的消息。普通的凡物家族？可你明明使用过超凡武功。我会超凡武功，是因为我有自己的机缘造化。至于我的家族，就是一个普通的脱胎境家族而已。不过，在清河湾也算得上最强了。程家若查出你不是超凡世家的子弟，必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而且，那程家有数位超凡强者，家主更是真元境后期的存在，实力很强。程家的势力在清玄城中的确强大，能与之抗衡的也只有顾家和孟家。不过，我知晓数十种顶尖的超凡武功和搏命秘术，若是不计后果的拼死一战，我敢保证，宿魂境之下没有几人能逃过我的杀招。程家不足为虑。程家还不足为虑，那我们孟家岂不是也？此话虽然狂傲，但看他模样又不似是夸夸之言。他还真敢说。对了，聂公子，你去我孟家是做什么呢？有些事情需要你孟家的超凡强者帮忙。唉，我们孟家的超凡强者可不好见哦。若没有紧要的事，家族中的超凡强者通常不会接见一个素不相识的凡俗武者。那你认识我们孟家的超凡强者吗？现在去，不就认识了吗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孟家一共有3位超凡强者。首先是家主孟仙农，他的修为在真元境后期，整日醉心于修炼。其次是孟家后辈中的天才孟以清，修为在真元境初期，是昊天宗的内门弟子。最后一位则是孟仙农的侄女孟兰烟，她的修为在真元境中期，是孟家如今的主事，同时也是星海商会在清玄城的负责人。兰烟姑姑，我有一个朋友要见你，我已经把他带来了。你呀，怎么什么人都敢往家里带？一个黄花大闺女，羞不羞？清河湾聂风见过蓝颜仙子，是我有事要见仙子，所以求小蝶姑娘帮忙带路。清河湾聂家与我星海商会倒是常有生意往来，不过仅凭那点小生意，应该还不至于找到我头上来。你是有什么别的事吗？一个园林矿脉的生意，不知仙子是否感兴趣？园林矿脉？难不成你清河湾出了园林矿脉？不错，我代表清河湾聂家，特别邀请星海商会共同开采，所有收益55分成。55分成？你就不怕我星海商会直接把园林矿脉给吞了？星海商会是青州府传承数百年的老牌商会，这点信誉我相信还是有的。再说，我还要跟星海商会做另一个交易，这个交易远比一个区区的园林矿脉价值更大。哦，一个小地方的凡俗武者，在我面前居然还能这般泰然自若，倒是有几分胆魄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是什么样的交易？我知道星海商会的会长夫人多年来一直饱受寒毒之苦，我能救她。你一个清河湾的凡俗武者，怎么会知道青州府的事？况且，我们会长夫人的病情，知道的人可不多。星海商会的总部远在青州府，聂风还这么年轻，而且来自清河湾，他怎会知道会长夫人的病情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帮他解除寒毒，让他不会因此丧命黄泉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实不相瞒，清玄城寇家因为觊觎我们聂家的园林矿脉，在年关之前便带着20位脱胎境武者攻入聂府，他们被我一网打尽。
而就在昨天，寇家的超凡强者寇定侯也来到聂家，想再次行凶，同样被我废去修为。我知道寇定侯是清河帮的供奉，得罪了清河帮，所以我需要一个能够和清河帮相抗衡的靠山。你们星海商会便是我选中的靠山，5成园林矿脉，外加给会长夫人驱毒，这些都是我跟你们星海商会的交易筹码。如果他昨天真的击败了一位超凡强者，那今天程奇峰败在他手上倒也不远。我一个人无法抗衡整个清河帮，如果我们做了这个交易，星海商会不但能获得5成园林矿脉，还能治愈会长夫人的顽疾。这对于贵会的会长大人而言，应该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收获。10个园林矿脉都比不上吧？你说的倒好听，就你一个凡俗武者，凭什么能救治我们会长夫人？你可知他身上的寒毒有多难治吗？这个我自然清楚。你可以先带我去星海商会总部，让我救治会长夫人。若救治成功了，再谈后面的合作，如何？连昊天域第一神医黄景川都无法清除会长夫人身上的寒毒，他一个凡俗武者竟如此自信，难不成他的医术比黄景川还高明？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，不能出半点差错。但见此子模样，又不像扯谎，毕竟如此年纪就能修炼至脱胎境巅峰，已非常人。不如先将他带去总部，让会长大人决断。主上，程家超凡强者程宝平来访。糟了，你刚才伤了程奇峰，程宝平定是来找你算账的。聂风，你说你击败了寇定侯，可是我没有亲眼瞧见，无法判定真假。这程宝平和寇定侯一样，都是真元境初期的超凡强者。只要你今天能够击败程宝平，证明你所言非虚，我便带你去一趟商会总部。没问题。好，跟我来。聂风，你真的比寇定侯还强吗？等下蓝颜姑姑要是开口说不干涉你和程家的争斗，你若被程宝平所伤，他可不好阻止啊。放心，我有把握。程宝平，今天是什么风，把你吹到我们孟家来了？孟仙子，以孟程两家多年的交情，我过来走动走动不是应该的吗？有事说事，别跟我套近乎。是这样，有一个年轻的脱胎境武者，刚才伤了我程家的人，听人说他来了你们孟家，所以我就来问问，他跟你们孟家是何关系？为何要对我们齐峰下毒手？你说的那个少年，现在就在屋外，他跟我们孟家没什么关系。你若想问，尽管去。那我若要带走他呢？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孟家不插手。好，孟仙子果然念及你我两家的交情，程某在此谢过。是你伤了我程家天才后辈程奇峰？是我。听说在海外火山岛上，你曾打伤程百钧、程奇才和程奇志。现在到了清玄城，你又伤了程奇峰，小子，你为何总跟我们程家过不去？到底是谁跟谁过不去？你怕是搞反了吧？你应当好好管教他们，别一天到晚没事找事，免得将来招惹了你们惹不起的人。哼，招惹不起的人？你在说你自己吗？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究竟有何身份来历？看我程家惹不惹得起？我没什么强大的背景，也没什么特别的身份，但我聂风就是你程家惹不起的人。哈哈哈哈！招惹不起的人？你在说你自己吗？那你倒是说说看，究竟有何身份来历？看我程家惹不惹得起？我没什么强大的背景，也没什么特别的身份，但我聂风就是你程家惹不起的人。小子，就算你再天才，现在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凡俗武者，任由程某拿捏。那你尽管一试。小子，
你领悟的剑意的确精深，但是凡武道与真武道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武道真意。现在我就让你知道，不成超凡，皆为蝼蚁。天罡龙拳！哼，来！火影流光！哪里跑？安阳落日，看你还能躲到哪里去！怎么可能？蓝颜仙子，现在足够证明我所言非虚了吗？聂风，先前倒是我小瞧了你，星海商会和你做这个交易。蓝颜仙子，在下叨扰了，告辞。我们马上启程。现在就有如此实力，将来若入超凡，必成世间顶尖强者。到时候他所面临的危险也会随之变大。小蝶，你若不能与他同行，就不要靠得太近，否则只会伤及自身，甚至牵连到整个孟家。我明白了。驾！孟长老。简副会长，简飞星，塑魂境强者。孟仙子怎么跑到总部来了？我有点事来找会长大人。我刚从严兄那里出来，他正在府上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有空记得来我府上喝茶。这么年轻的脱胎境巅峰武者，昊天宗内可不多见。不知他跟孟兰烟是什么关系？还记得上一世，我和若冰逃出昊天宗，昊一龙便将愤怒发泄在严家身上，指派清河帮灭了严家。本来严家所在的星海商会和清河帮实力相当，后来却因副会长简飞星的倒戈一击，致使会长严四海丧命。从此星海商会便由简飞星一人把持。简飞星此人心怀不轨，眼前的孟兰烟便是他的目标之一。还好刚才我极力压制住内心情绪，不然以他目前的修为，定能察觉出我的异常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清玄城孟兰烟，拜见会长。清河湾聂风，拜见严会长。孟仙子，此来所为何事啊？这位是来自清河湾的天才少年聂风，他说是有解救会长夫人之法，
属下便特意将他带来一试。孟仙子可不要说笑，那人的寒毒，就连昊天宗的黄锦川大师都治不好。一个如此年轻的少年，怎么可能有解救之法？黄景川能治的病，我能治；黄景川治不了的病，我也能治。年轻人口气不小啊！你知道黄景川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曾和若冰一同在他手下学习武道和医道。若不是有他的帮助，我和若冰很难逃出昊天宗。我当然知道黄景川是谁，他是昊天宗药王峰的首座，也是昊天域境内的第一神医。但我依然要说，他治不了的寒毒，我能治。既然知道黄锦川大师是昊天域的第一神医，你还敢如此大话？黄大师曾说过，除非有真阳之体现世，否则我夫人的寒毒只能压制，无法根治。我就是真阳之体。你真的是真阳之体？真阳之体是阳属性体质之最，日后必将踏入真武巅峰，各大宗门对此趋之若鹜。我确实是真阳之体。唉，黄锦川大师说那人的寒毒极其严重，唉，需真武道之境的顶尖火属性功法才能清除。可你现在还只是脱胎境巅峰。唉，我修炼的正是火属性顶尖功法，虽然无法将寒毒彻底清除，但能很大程度上化解寒毒，让他不至于那么痛苦。好，那就有劳公子了，请带路。孟仙子，还请去课堂喝茶，稍等片刻。聂公子，请随我来。不知聂公子是从何人？我师尊名不显示，他不愿我在外面提及他。你不是昊天宗弟子，非宗门弟子竟能如此年少有为，当真世间罕见。以真阳之体进入昊天宗，必得重视。公子可考虑拜入宗门？再入昊天宗吗？自重新来过以后，我还从未考虑过再次加入昊天宗。但如果不入昊天宗，我便与师父没了师徒之缘，而且我那时未将昊天剑典学习完整，所以自创出来的真阳剑诀只有3式剑招，至今都创不出来那第4式。也许我还是要再入昊天宗一次，只有学全昊天剑典，创出真阳剑诀第4式，才不至于再被逼至绝境。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参加选拔，再看吧。我女儿就是黄锦川大师的弟子，以你的真阳之体，再由我女儿推荐，黄大师一定会很乐意收你入门。过去，我便是被若冰带回昊天宗，带入师父门下。如今我已不再是那个家破人亡的流浪者，但事情的发展却还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而去。也许这就是命运，是我和若冰的缘分，也是我和师父的缘分。那就有劳了。举手之劳。真阳之体世间难寻，给昊天宗引荐这样的天才，对夫人对商会都有利无弊。那人的寒毒一旦发作，周围都会变成一片冰寒，这对常人而言是致命的气息，所以只能待在这个冰室中。
让我来吧。不愧是真阳之体，还是脱胎境修为，火焰的内息几乎能与真武道相比。紫阳化棘手，他竟会紫阳宗的不传之秘，难道？不管他什么来历，只要能解了夫人的寒毒，他就是我严四海天大的救命恩人。现在寒毒已被逼退至经脉中，魏夫人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痛苦了。聂公子辛苦了。这次内人寒毒发作已经7天有余，按以往的惯例，他还要在这冰床上躺1个多月，才有可能苏醒。苏醒后再过1个多月，又要如此反复。过去，在我遇到若冰前，他就已经死了。如今，我提前出现救了他，他的命运就此改写。我夫人情况怎么样了？她之前一直受寒毒折磨，精神疲倦，等她休息够了，自然会醒。严某多谢聂公子的大恩。哎，我之前说过，商会帮我挡住清河帮，与我聂家55分成园林矿脉，我在帮贵夫人解除体内寒毒。会长无需这般客气。你放心，只要内人的寒毒能根治，我绝不让清河帮伤聂家分毫。矿脉我商会1分不要。袁会长的好意我明白，但是如果园林矿脉不在星海商会的名下，商会没有理由阻挡清河帮。好，那便挂在星海商会名下。商会只占1成，其余都归聂家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等我夫人醒来后，我便去清河帮与傅清河一谈。贵夫人精神太过疲惫，一时半刻怕是不会醒来，至少要等1天之后才能苏醒。那我明天一早就去清河帮，你要不要随我一同前去？我和清河帮仇怨已深，去了只会徒增麻烦。也好。对了，你可知你刚才所施展的武功叫什么名字？紫阳化棘手。那你可知道这门武功的出处？紫阳宗。那你岂不是紫阳宗弟子？我师父说了，他不属于任何宗门，他只管教我武功，不管我将来去向。他甚至都不让我叫他师父，还说是因为喜欢真阳之体才会教我武功。竟有这样古怪的高人！曾经，紫阳宗主确实把紫阳宗的所有绝学都传授给了我，但是他这么做，是因为看中了我的真阳之体，而非我这个人。他对我只有利用，毫无师徒之情。在我心中，黄景川才是我唯一的师父。无论如何，我必须提醒你一句，不管你将来有没有加入昊天宗，紫阳宗的武功还是少用。倘若让紫阳宗的人知道你学了他们的宗门绝学，定会找你麻烦。我明白。放心，严某会替你保密。多谢严会长。恭喜会长，夫人终于不用再受寒毒之苦了。想要彻底摆脱寒毒之苦，还得等聂公子踏入真武道之后。不过，现在能让内人不受寒毒折磨，已是莫大喜事。明日一早，
我便前往清河帮亲自找傅清河一谈，待解决这桩麻烦事后，你们再走。好。那个少年究竟是谁？孟仙子昨天才带他来找严四海，严四海今天就去找清河帮帮主傅清河，这事不简单呐。会长，你跟傅清河谈得如何？傅清河不肯给我面子，连一个园林矿脉都要跟我争。意料之中，若是好说话，他就不是傅清河了。清河帮想怎么争？老规矩，3个真元境后辈对决，以胜负定归属。抱歉，聂公子，如果我们输了，星海商会将无法帮助聂家保住这条园林矿脉。不过，有关聂家的安全，若清河帮敢动聂家分毫，我严四海便与他不死不休。多谢会长，只要目前聂家是安全的，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成长。待我羽翼丰满时，区一个清河帮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会长，双方在何时何地进行比试？1个月后，地点就在园林矿脉所在之处。我孟家倒是有一名真元境的后辈，但他仅是初期的修为，对于这场比试并无大用。会长，总部可有合适的人选？我女儿严若冰，还有简副会长的儿子简天豪，他们是本商会超凡后辈中最优秀的2位，都是真元境中期的修为。除他们之外，并没有其他出色人选。严会长，这一战算我一个。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拥有强过真元境初期的实力，不过你之前击败的寇定侯和程宝平都是真元境初期的修为，他们在普通武者中是天赋出众，但在超凡强者中，他们却是资质最普通的存在。而清河帮派出的人选，必定是昊天宗的内门弟子，他们的天赋远胜于寇定侯和程宝平2个外门弟子。你的实力的确很强，但恐怕对战局产生不了任何影响。想要参加比试，至少要真元境中期的实力，甚至更高才行。若是动用一些拼命的秘术，我足以击败真元境中期，甚至真元境后期。可是，拼命的打法并不适用于正常比试。若论正常的实力，现在的我想要击败真元境中期，还有些困难的。不是还有1个月的时间吗？这1个月内，我必入真武道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只要你能在1个月之内踏入真武道，这第3个名额就是你的。那我先回清河湾闭关修炼。杨会长，后会有期。孟仙子，再劳烦你送聂公子一趟。好。孟仙子，一路小心。会长放心，我亲自坐镇清河湾一段时日，绝不让清河帮在清河湾掀起任何风浪。聂公子，可否让我在聂家住一段时间？当然，这是聂家的荣幸。请。爹，从现在起不用担心园林矿脉是否会暴露，尽快加大力度开发矿脉。我需要更多的园灵石进行修炼。好，我这就命人加快开采速度。一颗一颗的吸收园灵石，虽然效率高，还可以确保不浪费，但一天下来最多只能吸收10块园灵石。现在有了这个用36块园灵石布置而成的小天罡聚元阵，我1天之内能够吸收的园灵石数量就会增多数倍，修炼速度也会提升很多。为了尽快突破真元境，只能奢侈一把了。
聂风。血浆、血河。血浆收到，血河收到。有个任务，击杀一名实力堪比真元境中期的脱胎境巅峰武者。他目前旁边有一名真元境中期的高手守护，报酬是1人100元灵石。你们有没有兴趣？血浆接了，血河接了。好，任务目标是清河湾聂家少主聂风，守护他的超凡是清玄城孟家的孟兰烟。你们自己决定，谁阻拦孟兰烟，谁去杀聂风。10成之后，报酬会送到指定地点。收到。记住，聂风虽是脱胎境巅峰的修为，但拥有击杀真元境初期的能力，别找错人。这位小哥，请问聂家怎么走啊？啊，一直往前走，看到一家客栈后右拐，然后再左拐就到了。今晚3更醒事。嗯。有2道强大的气息正在逼近，越来越近了。人呢？磨练横江。竟然是真元境中期，2个真元境中期，其中一个已达巅峰。冰宫3叠火，好轻功，少说话。哪里走？蓝银仙子，帮我挡住1人。哪来的小小之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胆敢害我星海商会贵客！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孟兰烟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你最好不要插手。找死！倒要看看你能保持这样的速度逃多远！小子，无论你怎么挣扎，都注定命丧于此！
停下了，这才逃了多远？你就跑不动了吗？此处隐匿，而且罕见人烟，正好可以让我放心施展手段。我停下来，自然是要与你一战。就凭你一个挨了一锤就受伤的人，也敢妄言杀我？你既然来杀我，就应该知道我的情况。寇定侯的实力在真元境初期都算不上第一档，而我可是真元境中期里1等1的顶尖强者，你居然拿他跟我比？看来你对寇定侯很了解，你也是青州府的超凡，是清河帮请你来杀我的。休想套话！我们杀人之价报酬，从不过问顾客身份。现在你该上路了。火影流光！你刚才还信誓旦旦的说要杀我，怎么又逃起来了？若不动用秘术施展杀招，恐怕难以抗衡。哼，小子，你只会赌吗？是没招了吗？寒阳落日！真元境中期的顶尖强者，果然非同一般。就算全力一击，仍然讨不到半点便宜。还未踏入真武道就能有如此实力，你当真让我感到意外？可惜你今天的对手是我，就注定一死。还未踏入真武道就能有如此实力，你当真让我感到意外？可惜你今天的对手是我，就注定一死。是吗？那就再接我一招！秘术，天阳焚体。这个秘术是独属于真阳之体的秘术，瞬间爆发出的真阳之火，连真阳之体都能焚烧。动用此术，无非结果有二：要么彼死，要么我亡。事到如今，唯有一拼。再接我一招，寒阳落日。这是什么武功？逃得掉吗？可不！这是他的气息消失了，难道？掉以轻心，必须抓紧时间恢复。你做的。为了对付他，我花了不小的代价，至少苦练数日才能补回来。突破真武道的时间，恐怕也要推迟几天了。还未踏入真武道，就能有这般实力和手段，此子当真恐怖。不认识。超凡武者虽然相对于普通武者来说比例较少，不过数量仍旧庞大。仅仅一个青州府的超凡武者就有上千人，不是打过交道的自然不认识。不过，可以确定的是，他是血花楼的杀手，这是血花楼的通讯之物。原来是血花楼。血花楼是超凡强者中的黑暗组织，想请他们出手，代价可不低。我很好奇，到底是谁想取你性命？如果是清河帮，我觉得他们没这个必要。清河帮里有不少真元境的超凡强者，连真元境后期都有几个，何必假手于人？
雪花楼任务失败，怕是会找顾客加钱。这么一来一去要耗费不少时间，我想他们暂时不会有第二次刺杀行动了。若要另行加钱，那人也未必负担得起。那也不能掉以轻心。这人的容貌我已记下，等会我便画下来，送至会长手中，让会长动用星海商会的力量查一查。我倒要看看，这幕后黑手究竟是谁。无非就3种结果，要么清河帮，要么程家，要么寇家。你说的对，清河帮实力强大，又拥有多名超凡强者，未必舍得聘请雪花楼的杀手杀我。至于程家和寇家，寇家对我仇恨虽大，但也只是普通的超凡家族，根本请不动雪花楼。而程家是清玄城3大世家之一，拿这点报酬倒是不难。你和程家也没多深的仇怨，就因为这点矛盾就请绣花楼的杀手，不太可能吧？没什么不可能，让商会重点往程家和寇家这2个方向查，是不是他们一探便知。好。这位是严家超凡强者颜如玉，修为在正月境巅峰。会长知道你被绣花楼刺杀，特意安排严大家先来清河湾坐镇。通常能够称之为大家的人，必定在某项武道阵役上登峰造极。颜如玉便是一个有塑魂境潜力的天才超凡，她是严四海的堂妹，过去与我关系极佳。晚辈见过如玉仙子。叶公子年纪轻轻，越能以凡武之躯越级击败超凡强者，当真是天下奇才。如玉仙子谬赞，仙子在我聂府常住，便与蓝颜仙子做个邻居吧。四海哥说了，要确保你万无一失。我看你这庭院挺宽敞的，不如我就和你同住一个院中吧。若再有小小前来，我保证他们有来无回。这不太好吧？没什么不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还是一如既往的霸道啊！修炼至此，我体内的能量已经积累到极致，要开始重铸骨骼了。武者资质常常用根骨来形容，骨骼是身体的根基，就像是房屋的主结构。房屋最终能够盖多高，取决于主结构是否稳固。武道修炼也一样，如果想要将来走得更远，就必须扎实根基。而踏入真武道的第一条件，就是铸造坚固强劲的根骨。当新的骨骼铸成，人的修为就如同打破了重重枷锁，开始与天地建立联系。聂风突破真元境了。既然如此，庆祝宴就设在比试之日，待比试结束，正好可以请星海商会的贵客一同入宴庆祝。那也得比试赢了才行。若输了就没必要设宴，我对自己有信心。不过总共3个名额，我只占最后1个名额而已。最终的胜负取决于前2场的走势。如果星海商会连败2场，那我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爹，我刚踏入真武道，需要更多的元灵石辅助修炼。我明白，我这就命人加快开采进度。到了真元境，修为的提升速度会逐渐减慢。想要再上一层楼的难度也随之增加，必须竭尽所能的运用一切资源。我终于又见到你了，如冰。我曾无数次幻想我们再见面的场景，现在好不容易见到，却只能克制喜悦。如今我们提早相遇，相信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。我绝不允许再有遗憾。清河湾聂家，恭迎星海商会会长大驾光临。聂家主，严某有礼了。
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儿子可是严某人的大恩人，你绝对当得起。严某这一礼，整个聂家都当得起。见过严会长。聂公子，恭喜你突破超凡之境。聂公子，我是严会长的女儿严若冰，很感谢你救了我的母亲。这是我与星海商会的交易，大家各取所需而已，你不必言谢。为何他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而且，他眼中似乎有些特别的东西，和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。在下简天豪，久仰聂公子大名。严会长，时间尚早，不如先入内小憩。好，岂有此理！竟然如此轻视于我！居然请动了这么一位帮手，居然有浩飞尘，他可是昊天宗主族浩家的天才弟子，还不到30岁，便已经是真元境后期的修为。依照这种修行天赋，一甲子之内，他必能修炼至真元境巅峰，甚至有可能突破塑魂境。目前看，在场的年轻超凡中，除了若冰勉强尚能与这浩飞尘一战外，恐怕……聂风的实力虽然惊艳，但还是和浩飞尘无法相比。对方有浩飞尘在，胜负一定不能拖到第3战。前2战你们一定要赢。聂公子，这浩飞尘是昊天宗的天之骄子，真元境后期的修为，在同境界近乎无敌。你才刚突破真元境，与之对战，胜算不多，但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超过他。严会长，你们这边只出2个人吗？只需2战，胜你清河帮足矣。严会长的信心着实令在下佩服。我倒是想瞧瞧你们星海商会的天才后辈有什么出众之处。天龙，孩儿在。你来第1战，别剁了我清河帮的威风。爹爹放心，我一定把对方打得满地找牙。你们2个谁来与我一战？男对男，女对女，这一战我来。傅天龙，在我简天豪面前，你休要猖狂！简天豪，我早就想跟你一分高下。一会儿我就让你认清事实，你简天豪不如我傅天龙。荒谬！糟糕，无法进攻。该结束了。简天豪，你就这点本事？天真，颜若冰这女子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陈哥，说不定今天都用不着你出马呢。这一战不管你胜负如何，我都赢定了。你别有压力，输赢都无所谓。往日因为美貌，他总是压我一头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赢他。颜若冰，我看你这副模样，还是别打了，直接认输吧。这座园林矿脉本就是聂家先发现的。一个小海湾的小家族，你管他做甚？他们有资格享用这园林矿脉的宝物吗？当然有。
你这么说，是想显得自己很有爱心吗？可惜，我清河帮偏要将这矿脉夺走，你又能怎样？那就试试。看剑！是昊天宗的武学灵蛇剑法。灵蛇剑法是一门极为厉害的超凡武功，招式阴柔，适合女子修炼。不过此剑法的修炼难度很大，陆先生能够修炼至一定造诣，可见他天资不凡。可惜他的对手是若冰。若冰是天生的太阴之体，修炼任何一门寒属性功夫，威力都会比正常人强上数倍。更何况，他已将师尊传授他的玄水真典改良成了玄冰真典。什么？此前，叶若冰一直在有王府，跟随黄景川学习医道，从未展现过实力。没想到今日一出手，实力竟如此强劲。女子汉，你藏得好深呐！可惜，我们只赢了一场。若冰的太阴真元不亚于我的真阳真元，真要打起来，就连真元境后期的昊飞尘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别难过，有我在，胜利依旧属于清河帮。陈哥，接下来靠你了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对付一个真元境初期的垃圾，我用一根手指也能赢。飞尘公子，这个聂风在还未踏入真武道的时候，便出手斩杀了真元境初期的高手。现在他已经踏入真武道，实力应当不弱，莫要轻敌啊！哦，原来是个天才人物。我在昊天宗这么久，怎么从未听过这号人物？因为他并非宗门弟子。非宗门弟子也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踏入超凡，当真不错。本以为这个对手会很无趣，现在看来倒是有点意思。打败一个弱者毫无意义，击败一个天才才有成就感。上一世，昊一龙因为觊觎若冰，对我们师徒三人极尽打压，最终若冰被永久冰封，师尊也被打成重伤，终生囚禁。而我，若不蓝雨烟出手相助，恐怕早已被他们追杀致死。那些追杀我的人中，便有他昊飞尘。小子，你不准备说点什么吗？我不喜欢跟弱者说太多废话。你说什么？废话少说，开始吧！真是没见过世面的惊奇之王，既无知又狂妄。飞尘哥在昊天宗可是1等1的天才，他一个新晋的超凡，竟敢说飞尘哥是弱者，简直可笑。毕竟是来自小地方的土包子嘛，自以为是也很正常。过一会儿，他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。聂风此子的确是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只是意外获得了些机缘，才侥幸杀死那名超凡强者罢了。年纪轻轻，心态就如此狂傲。
若遇到真正的天才，他定会备受打击。臭小子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弱者！昊天接点，来，紫电飞鸿！再接我一剑，力满乾坤！昊天剑点，我也休息了。他的剑招来攻击我，注定毫无胜算。大日煌煌！你接我一剑，温阳落日！胜负已分，孰强孰弱，一目了然。我以为我已足够高看他了，没想到我还是轻视了他。世间怎会有如此妖孽之人？真是令我大开眼界。我竟然败了！我堂堂一个天之骄子，怎么会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子？怎么会？我没有败，再来！聂风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伤我！既然输不起，就该好好躲在昊天宗内做你的虚名天骄，何必出来丢人现眼呢？放肆！聂风，你可知飞尘公子是何等身份背景，竟敢出言讥讽于他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还不快给飞尘公子道歉，求飞尘公子原谅！胜就是胜，败就是败。傅清河，你是想不认账吗？输了，我们认。远灵矿脉可以归你们星海商会，但飞尘公子是何等尊贵，你容他伤了飞尘公子，就是大逆不道，就该跪下向飞尘公子道歉。傅清河，你堂堂素魂境尊者，好歹也是一方霸主，用得着如此讨好昊飞尘吗？简直是阿谀奉承！找死！严四海，你当真要护着聂风？傅清河，你若胆敢动他一根毫毛，我严四海就跟你拼命！严四海，为了一个小小的聂风，你竟要与飞尘公子为敌，值得吗？严会长，本公子一句话，便能让你星海商会在昊天域寸步难行。妄自尊大，以你的影响力，顶多让商会有所损失。至于聂风，他对我有恩，我绝不可能放弃他。飞尘公子，胜负乃武斗常事。不用你提醒，他一个无名之辈，伤了本少就是他的罪过。严会长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护他几时。聂风，昊家作为昊天宗的主家，向来嚣张跋扈。昊飞尘是昊家主脉子弟，其祖父昊剑是昊天宗主峰的长老。若昊飞尘说动昊剑来对付你，恐怕连我都保不住你啊！我明白，待解了会长夫人的寒毒，我便随若冰姑娘一同前往昊天宗药王峰。那我们何时启程啊？解毒不急于一时，今日家父已经备好宴席，严会长口腹赏脸，先吃了再走。今日比试获胜，确实值得庆祝。那就先去聂府喝上几杯。严会长，明日午时，我便为会长夫人彻底根除寒毒。好，那聂公子今晚好好休息。严会长，
关于血花楼杀手的事，可有结果？程家和寇家都查过了，没有查出任何证据，暂时还不确定究竟是哪家所为。那不如换个方法，从血花楼内部查起。他们内部的人肯定知道对方是从何处联系他们。等确定了地点，找出幕后之人就容易多了。你说的倒是轻巧，这雪花楼十分隐秘，实力莫测，要如何从内部查？我马上给你一个地址，那里便是血花楼在青州府的总部。相信以严会长的实力，可以直接拿下血花楼在青州府的负责人，到时候找他问就是了。你怎么知道血花楼在青州府的据点在哪里？教我武功的人曾跟我提起过青州府各大势力分布的地点，其中就有血花楼。这里就是血花楼的据点。救治完会长夫人后，严会长再慢慢查，等查出了结果，就劳烦星海商会了。好，无论是寇家还是程家，以星海商会目前的实力，都可随手打压。此事稳操胜券。这琴声是若冰，若冰，好琴声。若冰姑娘，在下被琴音所吸引，冒昧来访，还请勿怪。聂公子年纪轻轻，语气怎能这般老气横秋？我心中喜悦，正想与人分享，聂公子来得正好。时隔多年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你比记忆中的模样还要年轻几岁，还是那样美丽动人。若冰姑娘，什么事情令你如此开心？聂公子应该猜得出来，是因为明天你母亲的寒毒就能彻底根除。是的，这还多亏了聂公子。难怪你的琴音中，除了喜悦之外，似乎还有着一份期待和一丝紧张。我母亲受寒毒折磨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终于有了根除的希望，此事实在过于美好，我生怕不能实现，所以才会紧张。你也不必担心，明天必会万无一失。其实，寒毒真正严重的不是你母亲，而是你自己。俗话怎讲？你也有特殊体质，是太阴之体。我师父也这么说。太阴之体和我的真阳之体一样，一个至阴，一个至阳，天生都带着寒毒和火毒。我就曾经饱受火毒之苦。可我没有发作过寒毒啊。那是因为你母亲体质阴寒，并且修炼的功法很特殊，这才吸走了你大部分的寒气，所以你的寒毒反而发作在她身上。我母亲的寒毒竟是因我发作的，可为何连师父都不知道此事？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？我曾翻看过关于真阳之体和太阴之体的古籍，据古籍记载，真阳之体和太阴之体同时出现。一旦相遇，便产生奇妙的反应。什么反应？这个可以以后再说。现在不妨先说说你体内的寒毒。若想要彻底化解体内的毒素，需要修炼足够高级的功法。你现在修炼的功法无法完全炼化太阴之气，若受到重创，体内的太阴之气便会爆发。那会有怎样的后果？届时，你将被彻底冰封。让
我的寒毒如何能解？有一门至阴属性的顶尖功法，名叫寒玉冰禅功，可解。此法估计行不通。寒玉冰禅功是冰禅圣宗的正宗功法，我不可能学到。你体内的寒毒爆发还早，暂时不急。以后我带你去冰禅宗学寒玉冰禅功。聂公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……放心，这是我对你的承诺。等我们去的时候，冰禅宗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你也太霸道了。事关你的生死。从今，当我知道寒玉冰禅功可以解除你的寒毒时，你已被太阴之气冰封成为活死人。这次我定不会让此事再次发生。一切好好休息，我先告辞了。聂公子慢走。这人明明看着这么年轻，见闻却如此广阔。这就好了。从今往后，会长夫人体内再无寒毒。飞霜，娘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像寒毒全部消失了。多谢聂风公子救命之恩。这是我和严会长做的交易，大家各取所需而已。严会长，既然会长夫人的寒毒已解，那我也该出发前往昊天宗了。洛冰姑娘，我在外面等你。聂公子，我已提前写信，把你推荐给了黄景川大师。黄景川大师对你很是喜欢，只要你到达昊天宗，大师便会将你收为弟子。有劳严会长了。应该的，你们路上一路小心。那我们走了。爹，娘亲久病初愈，你要好好照顾她。你放心吧，为父一定会把你娘照顾得很好。这个聂风如此年轻，便通晓烈阳宗绝学，见闻学识之广，胜过诸多老辈超凡，是个不简单的人物。他的确不简单，不仅天赋超绝，学识渊博，而且有胆识，有气魄，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。就是不知道昊天宗能不能容下这条真龙。昊天圣宗乃八宗之首，天元宗的开宗圣主就曾为昊天圣宗弟子，应该容得下。如此英杰，当为冰儿良配。飞霜，我们冰儿才多大年纪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她还年轻，现在应以钻研武道为重。你个糙老头子懂什么？我这叫早做打算。是，娘子怎么说都对。昊天宗又称昊天圣宗，是九域大陆上第一个圣级宗门，立宗已有2000余年。据说，开宗祖师是九域大陆第一位武圣强者昊天。昊天又被当时的人们称颂为圣主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昊天圣宗曾是当时九域大陆上最强的宗门。如今，昊天宗虽然不如那时强盛，但仍旧是世人公认的8大宗之首。昊天宗共有5峰，除了昊家主脉的昊天峰外，还有药王峰、神火峰、齐云峰和荡天峰，分别由皇室、诸葛氏、邢氏和魏氏4名外姓亲传弟子坐镇，设立了昊天圣宗4大堂：丹堂、气堂、行堂和战堂。在宗内，4位峰主的地位仅次于宗主。我们走走停停，大概再经过几个峡谷，就能顺利抵达荡天峰。聂风，你胆子不小啊！
伤了本少，竟然还敢来昊天宗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昊飞尘，在工兵比试中受伤，是你自己技不如人，怪不得别人。现在，叶枫已是我师父新收的弟子，你别太过分。是你在通风报信。若冰，聂风伤了飞尘公子，本来就是他的不对，你何必要为一个不相干的人跟飞尘公子作对呢？剑天豪，真有你的！天豪师弟，你做得对，你是我们昊天宗的弟子，自然要与飞尘公子共进退。一个身份低贱之人伤了飞尘公子，不管什么原因，那都是天大的罪过，就该受罚。我说了，叶枫是我师父新收的弟子，不是什么低贱之人，他的天赋远胜于你们，将来的成就也会在你们之上。我奉劝你们一句，最好不要自找麻烦。一个偏远地方的乡巴佬，不过因为一些机缘奇遇，才有今日成就，也配和我们这些出身高贵的天之骄子相提并论？不必跟他废话，就算他被药王峰首座收为弟子，同门之间也能切磋交流。你今日休想离开。昊一虎的天赋虽然没有昊一龙高，但也是塑魂境之下难逢敌手，必须谨慎应对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欺负我药王峰弟子中无人吗？大师兄，大师兄是宗内仅有的4位塑魂境后辈之一，有他在，就算昊飞尘几人联手都不堪一击。哼，今天算你走运，以后时间还长得很，下次我们再一决胜负。好，我等着。我们走。大师兄，你来的真及时。这里距离药王峰如此之近，什么事都逃不过师父的感知，是他让我来接你们的。你就是聂风。跟我来吧，师父在药王峰上等你。最高的那座小山峰叫小药峰，是师父的私人领地，通常外人不得擅自踏入。师父，聂风，快跟上，师父还等着见你呢。师父，我回来了。晚辈聂风，拜见黄景川大师。听说你已经将冰丫头的母亲解除了太阴寒毒。是。太阴出世，真阳必现。这些年我行走天下，四处寻找真阳之体，却不成想这真阳之体就在青州境内。你的情况，严会长都在信中跟我说了。那传授你烈阳真火诀和紫阳化机手的高人，可有留下任何身份信息？他只传我武功，从未提及身份，也严令不许师徒相称，更不可冒充是紫阳宗弟子。后来，他见我学有所成，便与我斩断联系，不知所踪，再没有出现过。昊天宗和紫阳宗并无仇怨，紫阳宗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往昊天宗安插奸细。就算对方真有此心，也不会傻到将一个真阳之体送来。毕竟他可是难得一遇的良才。传你武功的人，也许已经脱离了紫阳宗，所以才会如此行事。不过，既然他没有收你为徒，也没有引你入紫阳宗，你可愿意进入昊天宗，做我黄景川的弟子？弟子聂风拜见师父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！聂风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师弟了，你该叫我一声师姐。师姐。古籍上曾言：真阳出世，太阴无踪；太阴出世，真阳必现。聂风，真阳之体是太阴之体的守护者，你们能够同生一世，相逢相知，是上天注定的缘分。太阴之体命运多坎坷，
今后你要好好守护你的世界。师父放心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，否则绝对没有任何人能伤害师姐。师父只是随口一说，这小子怎能像发誓一般认真？若冰，这一次我定会护你一世周全，绝不再让遗憾重现。好了，冰丫头，你带聂风在药王峰里走走，先熟悉熟悉环境。聂风，明天我便传你玄火真典和药王丹经。是。冰丫头的太阴之体不宜修炼丹道，但聂风的真阳之体倒是非常适合。我的炼丹术终于后继有人了。景川师兄。浩剑师弟，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药王峰来了？景川师兄，一个叫聂风的少年打伤了我孙儿浩飞尘，听说他来你药王峰了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我得给他一个教训，让他知道我浩家子孙不容冒犯。我已收聂风为我亲传弟子，他有什么过错，一切由本座承担。浩剑师弟，要不我上主峰去给浩飞尘赔个礼？景川师兄说的这是哪里话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此事是聂风的错，哪能让你去赔礼？飞尘可承受不起。他们之间的争斗，本座清楚，明明是公平比试，浩飞尘自己技不如人，却要责怪聂风打伤了他。浩剑师弟，你不觉得此事很荒谬吗？浩飞尘年纪小，还不懂事，尚可理解，但你作为长辈，既不督促他知耻后勇，反而怪罪聂风，未免惹人笑话。浩飞尘乃本宗主脉天骄，他聂风区区一个乡下蛮夫，怎能相提并论？他伤我孙儿就是大逆不道，就应该严惩。他现在是我的徒弟，公平比试本就刀剑无眼，他还伤不得浩飞尘了？现在是现在，以前是以前。他伤我孙儿的时候还只是个乡下莽夫，敢伤我孙儿就是他的罪过。此事就算说到宗主那里，也是改变不了道理。你还想去宗主那儿说理？好啊，那大家就一起去找宗主讨个说法。总之，本座的徒弟，本座护定了。有本事就让浩飞尘在下一次比试中赢回来，否则，任何人想动聂风，就得先问我手中的3尺清风。好，好，好，黄景川，你如此护短，像是不将我浩家放在眼里了啊！有没有将浩家放在眼里，你说的可不算。你倒是去问问宗主，怎样才算将浩家放在眼里？好，今年正好有5峰大比，所有的真元境弟子都要参加。到时候你可千万别把聂风藏起来，他若在比试中受了伤，你可怨不得别人。哼！这5峰大比每隔12年举办一次。每次比试5峰之内，所有真元境的弟子都会参加。以浩飞尘的实力，对上聂风倒没什么，但和他关系要好的那几个后辈都是真元境巅峰的实力，他们任何一人对上聂风，必会多加针对。唉，眼下还有半年多的时间，只能全力教导聂风，希望他的实力能在半年内更上一层楼吧。这里就是师父给你安排的住处了，我就住在你隔壁的院子，有事叫我。知道了，师姐。那你先休息一下吧。好。熟悉的房间，熟悉的陈设，药王峰，我又回来了。虽然进入昊天宗还算顺利，但是有一个人不得不防，那就是昊一龙。昊一龙是昊天宗立宗以来第一天才，年仅16岁便踏入真武道。他在真元境巅峰时进入秘境修炼，出关时已是素魂境巅峰的修为，距离武道王者只有1步之遥。昊一龙一出关，便是我和若冰的灾难开始。这一次，必须在他出关之前，拥有和整个昊天宗一抗的资本。我必须修炼完整的昊天剑典，才能增加胜算。只有在5峰大比中获得第1，才有资格进入昊天剑塔闯关。上一世
我抵达的层数不够，所以修炼到的昊天剑典并不完整。今年正好有一届五峰大比，还有半年时间，我必须加速修炼才行。你现在是昊天宗弟子，若被人发现你修习紫阳宗的绝学，势必会引起一些麻烦。这玄火真典虽然弱了一筹，但只要你练成里面的诸多武学，足以隐藏一二。好，我听师傅的。有了阵法加持，效果不错。师姐，我刚才要是慢1分，可就小命不保了。真的吗？我怎么觉得你是在故意示弱呢？怎么会？我入门尚浅，自然比不过师姐。还要多谢师姐手下留情。行了，你就别变着发夸我了。我的实力我自己最清楚，恐怕我一出手，你就想好了对策。不过说真的，你的修炼速度当真飞快，仅仅2个月功夫就进步如斯。没办法，五峰大比就要开始了。为了师尊的颜面，也为了我自己，必须加倍努力才行。你也不必太有压力，尽力而为就好。对了，这是我爹派人送来的赤炎丹，对你的真阳之体颇有益处。啊，严会长有心了。应该的，你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啊，怎么？你似乎有话要说。没什么，就是想起昨天从师尊那儿捞了点好茶，不知道师姐有没有兴趣品尝一下？啊，却之不恭。师弟，这可不像你的风格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？一切都逃不过师姐法眼。师姐，你对自己的未来可有打算？没有特别想过。不过我既然拜入昊天宗，必然希望在修行上有所成就。那个人感情方面呢？暂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，毕竟之前一直惦念母亲的旧疾，没时间想这些。但是，我还是很希望能遇到像父亲这样专情的人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若冰，你放心，这一世我定会保护好你。你呢？你未来有什么打算？成为武王，保护我在乎的所有人。以你的资质，一定能突破至武王境界。而且，我敢断言，时间不会太久。不如这样，在五峰大比开始前，我会抽时间来找你切磋，提高咱们的实战经验。好啊。师弟，当心了！师姐，你再不动真格，我就赢了。夸口看招！
吧，我输了。师弟，明天就要大比了，上了擂台，你可不能再这样放水了。放心吧，我只对师姐你一个人留手，面对其他人，我绝不手软。师弟，你突破了。我现在已经是真元境中期了。你这资质都快比第一天才还妖孽了。第一天才，不会放过他。你嘀咕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都回去准备下了，也好应付明天的战斗。不知为何，每次跟师弟接触，都有种认识了很久的感觉，难道是错觉吗？风大比，我来了！